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大家好，我是团长。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拜托大家。大家可留言告诉我。各位优秀神秘文怪事团团员，大家好，感谢团员新进团员耐心等待，再次感谢所有团员支持本频道。影片中英语翻译中文不容易，本频道制作不容易，拜托大家帮忙加入。今天故事开始前，先提醒大家，影片最下方神秘文怪事订阅键定下去，用力按去下，请订阅，请帮忙一下，请拜托帮忙一下，谢谢大家。介绍更多好朋友加入神秘文怪事。我上一集影片讲到900年前 UFO 预言，苏东坡诗与推背图，揭秘北宋黑科技。没有看过新朋友，我建议先看上一集，我把上一集影片放在说明栏。今天让我带你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吧。日本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千岛之国，根据统计，他们有超过6000个无人岛，其中就以这个无人岛最让人感受到恐惧。时间带你回到1960年代，这座小岛叫做端岛，因为外形酷似一艘军舰，而有了军舰岛的别名在这里呢。曾经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但是在1974年的某一天，岛上的所有人却突然一系消失。其实从岛上遗留下来的建筑物，不难想象这里曾经有过高度的发展，甚至日本第一栋的水泥大楼就是出现在这里，但是现在变成了无人岛之后，这些大楼都变成了废墟，甚至还被评选为全世界10大鬼城之一。到底在这座岛上发生了什么事？甚至隐藏了日本不愿面对的真相。好几位探险的 YouTuber 登岛拍摄，却突然遇到大地震，原本早已变成废墟的大楼瞬间更加摇摇欲坠。然而他们来到的这个地方，更是被评为世界10大鬼城之一的军舰岛。岛上混凝土建筑物林立，不难看出过去曾经有过高度发展，但如今这些大楼残破不堪，岛上更是空无一人，让人不禁想问，这里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ต้องสื่อตึมเลยอ่ะนั่นดิชื่อคนตายปะเนี่ยถ้านี่เป็นชื่อคนตายแปลว่าแม่งตายกันเยอะมากเลยนะเว้ยมันเป็นไรตายวะเยอะขนาดเนี้ย墙上满满的都是人名，上头有日本人，有中国人，也有韩国人。这群年轻人继续探索，却也发生越来越多难以解释的事情。มึงจะทำอะไรของมึงอ่ะกูจะลอยอังคารไงเขาจะได้ไปผุดไปเกิดป่าเนี้ยเขาไปเกิดเป็นแมวแล้วมั้งปากดีนะมึงเดี๋ยวผีก็จับมึงแหกปากหรอกเฮ้ยไปเถอะ骨灰撒出去的瞬间，突然起了大风向，是王者对于他们侵略举动的不满。这部电影《鬼城》描述的背景就是位处日本长崎外海18公里处的小岛，名字叫端岛，因为外形像艘军舰，而有了军舰岛的称号。1960年代，岛上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住了83600人，位居全世界密度最高，但所有人却在一夜之间全部消失。然而背后却隐藏了一段日本不愿承认的真相。야, 저를 못 뚫는다. 못해. 가스가 계속 흘러나오는데 이 불이라도 붙으면 어떡하려고 그러노? 그러니까는 기술자로 이 불을 부는 거잖아. 알았어.运煤的矿车承受不住重量，不但出轨，还一路向下冲，造成严重意外。原来在这座军舰岛上，因为含有丰富的煤矿，在二战时期是主要的工业燃料，因此进行大规模开发，但要开发总得要有充足的人力，因此邻近的韩国以及中国就成了源源不绝的劳力。日本士兵一上船，对住受骗或是被绑来的韩国人民
就是一阵痛殴，并且将男女分开。女性被押往从事性劳力，男性则是被推往不见天日的地底矿坑。그냥 무조건 잡아서 숫자 채우기로 간 거이지. 뭐 잡으러 댕겼어요. 잡으러. 나는 이제 저 소외학교 졸업하고 학교에서 훈련 도중에 잡혀갔지. 밤이면 영양실조로 그냥 다리가 쥐가 났었고, 그래서 그냥 사느니 죽는 것만 같이 못하다는 그런 형식이 있었죠. 그래, 그것이 그 1년만 지속됐으면 다 자살하거든지 그냥. 어떻게 해버리려고 각오를 가졌던 거예요, 그게. 吃的东西脏乱不堪，更没有营养价值。岛上住的地方则是跟日本人隔开的，次等区域潮湿残破，宛如活人地狱。只因在矿场资方的眼中，产量才是唯一宗旨。 하루에 16시간 2교대 16시간. 그리고도 이렇게 100m를 땅속으로 들어가요. 땅속으로 들어가가지고 거기서 탄 줄을 찾아서 불을 뚫고 들어가요. 옷이 필요가 없죠. 그것만 걸치고서는, 거기서 준 거 걸치고서는 팬티만 하나 가지고 가면 되니까 그냥 딱 벗어져 끼고 팬티 하나만 사무소 작업을 하니까. 漫无天日榨钱所有剩余价值，只为了追求最大产量。就算中途发生了意外，在日方眼中人命也是微不足道。朝鮮人の区間だろう。他の行動に被害が広がらないように途中で爆発して塞いでしまえ。 만에 큰 불상자는 한 번씩 나와요. 다리도 부러진 사람도 있고. 从翻出的资料来看，也有不少秘密文件，记载了矿灾发生的事实，还有自行焚烧罹难者遗体的内容。矿场厂长口中的顾全大局，宁可牺牲多条人命也随之不惜。然而在这样恶劣的环境当中，想要逃跑的何止是少数，但要成功逃出这里谈何容易。 이러다 너까지 죽는다고! 뗏목을 맹글어가지고서 막 육지에 거기서 나가려면은 한 10km 이상 되거든요. 거기를 헤쳐가다가 중간에 그냥 허우적거리고 대표 온 사람이 있고 육지에 도착해가지고서는 또 며칠 만에 대표 와가지고 가진 공헌을 안 하고. 就算逃过守卫士兵的枪口，但军舰岛四面环海，要游到陆地根本难如登天。就这样，军舰岛这个在2战期间看似人口密度最高、发展最好的城市，地底下却藏着惨无人道的生活，要如何逃离这座恶魔岛，成为岛上被奴役人民心中最大的心愿。为了大量开采煤矿，日本在中国以及南海四处抓捕或是拐骗当地人民，来到军舰岛成为被奴役的劳工。而过程当中，这些人当然想尽办法想要离开。然而军舰岛它四面环海，宛如恶魔岛到监狱一般，想要离开谈何容易？只是为何在1974年，岛上的所有人会一气消失，而且日本还封岛了长达38年，不让任何人接近。这中间有什么事情是？ 소탄조의 이번시로 소세지 다치가 늦어졌어! 아! 북극 가나다! 摸黑逃离计划曝光在军舰岛上，韩国人跟日本守卫爆发激烈枪战。这群被奴役的韩国人知道，想要从这里逃出去，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成功的。
김장서 제발! 장판을 벽에 대고 바다로 넘어간다. 사격 좀 붙어줘 앞으로. 나머지 장판 올려. 장판 밀어. 하나 좀만 더. 好不容易搭起了通往自由的通道，爬上顶端，看到的是同乡预先偷来的运煤船，大伙急忙跳进海里，要离开这个宛如地狱的地方。就在船缓缓驶离军舰岛，众人看见远方的日本长旗，遭到投下原子弹的强大闪光，但却无法照亮这段悲惨过去。 탄광에 감축한다 그래. 그래서 우리가 3형제 있다 보니까는 내가 끝에다 보니까 가라고 그래 동네 사람들이 이렇게 회의를 해가지고서네. 그래서 우리 동네에서 3사람 왔었죠. 3사람 와가지고 2사람은 탄광에서 죽고. 1945년까지 강제 노역에 시달린 조선인은 수백만 명에 달할 것으로 추정된다. 하지만 일본 정부의 정확한 통계 자료가 있는 군인 군속과 달리 강제 동원된 노무 인력 규모를 추산하기는 쉽지 않다. 日本方面对外营造军舰岛是个高度发展的富饶之地，居民在这里也会一起参与运动会，充满欢乐氛围。但对于奴役劳工却避之不谈。然而，军舰岛的辉煌随着石油取代煤矿之后，开始逐渐走下坡，直到1974年全数关闭矿场，一夜之间成为了无人岛。 It's not too late. We could turn back now. I wouldn't be so sure. They abandoned it almost overnight. He made them think there was a leak at the chemical plant. It's amazing the panic you can cause with a single computer. 007系列电影也曾以这座无人岛作为反派角色的据点，对外界来说，军舰岛将会有这层神秘面纱。其实也和关闭矿场之后，日本封闭整座岛长达38年有关，直到2009年才开放部分区域登岛，让人一窥过去的辉煌。2015年，日本向联合国申请将军舰岛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此举却掀起南韩激烈反弹。日本则承诺会在島上设立中心，介绍这段强征劳工的黑暗史。共に協力をし、共に今回登録が実現をいたします。顺利申遗成功，让军舰岛成为许多观光客特别想造访的景点。也有人在政府许可下得以进入管制区，细看建筑物如今的模样。虽然感觉神秘面纱被揭开，但还是有不少影视作品替这座岛屿增添传奇色彩。拿着染血钞票，骑着水上摩托车，前往的地点就是军舰岛。动漫作品直指1968年日本发生，至今未破案的3亿元抢案，赃物就是被藏在军舰岛上，也让这起世纪悬案多了分想象空间，留给众人想象空间。或许人类就能解开许多难解的谜团，也留给团员无限想象，埋藏着无数科学难以解释的神秘事件。在这里，人类显得渺小又无力，背后的谜团让人想不清也猜不透。是否有未知力量的助力，还有待解答。是真是假，只能说信者恒信了。至今仍是人类想要解开的重大谜团，许多人还是选择宁可信其有，请大家自行判断。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主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感谢收看，下次再见。